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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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！哇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，大家看这里，我们浇筑的这个路基台面还1年时间未到呢，结果这个地方全部都已经开裂了，这里全部裂开，很大一个缝隙，看到没？我的天哪！非常大。不过好在呢，它只是裂到一半，这边没什么影响，然后就延续到这个地方。根据我们的初步猜测呢，我们怀疑是这几棵梧桐树在这里，因为它的那个树根发育的非常快，也有可能是它把下面的那些土层啊、根系全部给它给弄松动了，所以导致呢这个地方被撑裂开了。对，加上有一点沉降，可能是因为这个。根据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应该跟它是脱不了什么大干系的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我们就想直接把它砍掉，它那个树根的话，就用什么措施？直接用盐水，我们把那个树根全部给它闷死了。嗯，对，对，不让它再继续发酵了。对，现在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树给它砍掉。砍掉吧，这个梧桐树长在这里其实也没什么用。对，大家，从我们开始来到这里就一直陪伴我们的朋友肯定知道，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树不是很大的，非常小一棵，结果这才多久时间长得这么大？对，而且我们这里有2棵桂花，我们就舍弃梧桐。不然我们下面的那一步台阶也要被它给撑爆。哇！而且这个特别脆，肯定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用电锯？我们的电锯坏了。这个梧桐树它的长势太快了，而且1年时间不到，可能半年时间吧。我又倒了！哦哟，吓人！很脆很脆。对，非常脆，而且这个水分也很大。看，这2棵树我们就一起全部给它砍掉。嗯。把这里清开了以后，感觉这条路这个地方就亮起来了。对，主要是我们这个台阶小路遭到破坏了。哇！哎，这个是非常好砍的，这个树不结实。慢点，慢点。有点危险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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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！哇！哇，这里瞬间就好亮堂。就是可惜的是，太阳一出来，这里就不能遮阳了。对，这里失去了一个可以阴凉的地方。但是还是保护地基最重要。成功的把这2棵树给它砍了。大家说这个树根用那个热水加盐巴，能不能给它杀死？我们现在就下去把那些树枝清理一下。走吧。那个树干还是可以做柴烧的。哇，大家看，这个树倒下来，直接把这条路都给拦断了。好，还好现在没有人往这里走，不然的话他们肯定通行不了。嗯，我们赶紧把这里给它弄开。这个人家拿去烧柴都不愿意拿去烧，就是说在有更好的选择下，就没有人会选择这个梧桐树。这边给它放在一边，放在一旁给它晒干。这个到时候晒干了，可以问问奶奶他们要不要。因为我们拿去已经堆满了。还是有点重量的啊。
因为它是生的，不是干的。如果干了的话，它就一点重量都没有了。小心点。问奶奶要不要，她说放在旁边晒干了之后他们来弄，不然你给它砍短了，它拿回去还是生的。拖下去一点嘛。这样到时候就要好拖一点。但是这个梧桐树它的叶子拿去引火的话就非常好，引火柴相当于是，因为它又大张，给它晒干了呢又比较好燃。这个梧桐树长成这么大的话，1年时间都不到，所以我就有一点担心我们房屋后面的那一棵很大的梧桐树。之前那个原房主叔叔说要300块钱，其实我们想了一下，300块钱也可以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砍，因为那个很高很大。爬都爬不上去，而且它的中间已经是被松鼠给它啃了，里面它就是空心的，在安全方面就存在着隐患。如果你爬上去不小心，那中间的那个洞它是空的，然后哎呀，万一嘛，而且那个房子堪比农村的3、4层楼那么高，万一摔下来，那就真的是太不安全了。所以我们就想的是看看有没有那种专业砍树的人，而且他不是说拿去当那个风筒吗？我们咨询了一下，人家喂养蜜蜂的，人家不要，所以我们就说300块钱其实买下来是可以的，因为可以解决一下安全隐患嘛。但是砍的问题就有一点困难，没有人去砍。然后大家说可以请小姑父来，小姑父其实也挺危险的，因为他也不是很专业，他就是艺高人胆大，靠着一身的胆子。所以在我们没有找到专业砍树的人之前，我们是不会去动那棵树的。但是那棵树也一定要解决，毕竟它的根系都已经长到房子的地基里面了。这些放在路边，可能太阳晒3天左右就给它晒干了，因为最近都是30几度的天气。好，奶奶说放在路边给它晒干了之后才弄回去，那我们就给它放到路边了。现在这个树干我们已经给它清除掉了，但是它那个树根的话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了。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彻底根除，只多也是听他们说可以用那个开水加盐，混合在一起，直接浇在它的根部的话也有效果。我们准备就这样试一下，看看到底效果怎么样。好，这个平台实在是可惜了，我原以为它可以保护很长一段时间的，没想到才1年时间不到，这里居然裂了这么大一个缝隙，哎呀，白费我们那么大力气。